科特迪瓦是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西部的一个国家。科特迪瓦最早的有记载的历史出现在北非博波尔商人的编年史中。中世纪时期，科特迪瓦境内曾建立过一些小王国。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的近代早期，科特迪瓦有5个重要的国家。首批进入该国的欧洲人是葡萄牙航海家，他们沿着非洲海岸航行，寻找通往印度的航线。由于其海岸线没有避风港，阻碍了欧洲人建立永久的贸易站。因当地大象成群，葡萄牙人便将此地命名为象牙海岸。1687年，法国传教士成为第一批在科特迪瓦定居的欧洲人。由于科特迪瓦沿海与欧洲的经贸交流较多，沿海地区兴建了一批教堂，基督教得以在沿海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殖民势力对内陆地区的控制薄弱，所以内陆地区的宗教信仰仍以伊斯兰教为主。南北不同的宗教文化差异，给后来科特迪瓦的内乱埋下了伏笔。1893年3月10日，科特迪瓦正式成为法国的殖民地。在殖民时代，因为科特迪瓦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这里成为了法国的原材料供应地。在法国的统治下，刺激出口成了主要的目标。当时科特迪瓦1/3的可可、咖啡、香蕉园被法国公民所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可可和咖啡价格上涨，促进了科特迪瓦种植业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科特迪瓦出现了本地人种植园主。1944年，一批本地种植园主成立了非洲农业工会，乌弗埃·博瓦尼任主席。非洲农业工会招募移民工人在自己的农田工作，以抗衡偏袒法国农园园主的殖民政策。1年之后，法国废除了强制劳动制度。之后，博瓦尼慢慢放弃了他年轻时较为激进的立场，而法国政府则以让他成为第一位欧洲政府中的非裔部长作为回报。1958年12月，科特迪瓦成为法兰西共同体的一个自治共和国。1960年7月11日，法国同意科特迪瓦获得完全独立。受到法国和科特迪瓦人民支持的博瓦尼，顺理成章地当选为科特迪瓦第一任总统。科特迪瓦在独立之初是法属西非最繁荣的地区，科特迪瓦的经济发展水平曾一度享誉非洲，首都阿比让获得了西非小巴黎的美誉，该国更是因其经济奇迹而被誉为西非明珠。科特迪瓦独立之后，实行自由经济体制，通过大力发展工农业，使得经济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得到飞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民众生活水平位居非洲前列。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要求获得更多的民主权利，这给博瓦尼带来严峻挑战。为了化解危机，博瓦尼推行以国籍换取选票的策略，通过各种优惠条件来吸引周边国家的穆斯林民众移居到科特迪瓦，希望借助他们的支持来压制本国国民对民主的诉求。在博瓦尼的鼓励下，在短短10余年时间里，便有数百万穆斯林移居到科特迪瓦。由于穆斯林移民的生育率极高，因此等到上世纪80年代末时，科特迪瓦的人口结构发生逆转，先前占主导地位、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沦为少数派。在博瓦尼时代，由于科特迪瓦对农业用工需求的增加，尽管各族群之间有着宗教文化上的差异，但总体而言，矛盾并不十分突出。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价格持续下滑，再加上科特迪瓦遭遇的干旱气候，以农业为支柱的科特迪瓦经济遭到了重创，木材过度砍伐和糖价暴跌，导致该国外债增加了2倍。与此同时，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种植园经济也遇到了瓶颈，可供开发的土地资源濒临枯竭，不断涌入该国的移民也因土地和就业问题和本国居民频繁发生冲突。农村收入骤减之下，本国居民希望与外国移民重新谈判土地问题。博瓦尼掌权时，虽然经济上有所成就，但政治并不开放，滋生了很多腐败问题。随着经济形势的下滑，博瓦尼政府不得不于1990年宣布推动政治民主化。博瓦尼1993年去世后，国民议会议长贝迪埃继任总统。此后，科特迪瓦形成了以基督徒贝迪埃为代表的本国人和穆斯林瓦塔拉为代表的外国人2大政治力量，二者为谋求最高权力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为了击败竞争对手，贝迪埃政府以瓦塔拉的父母有一方不是科特迪瓦人为由，取消了瓦塔拉的总统参选资格。
瓦塔拉的穆斯林身份为他争取了不少穆斯林兄弟的支持，在北方逐渐形成了一支不服政府管辖的叛军势力。1999年12月，不满于现状的前总参谋长罗贝尔·盖伊发动了政变，自任总统和全国救国委员会主席。随后，科特迪瓦经济陷入衰退，军政府承诺在2000年恢复国家民主统治。2002年9月19日，科特迪瓦北部和西部爆发叛乱，科特迪瓦由此分裂为3部分。2004年11月6日，科特迪瓦空袭造成9名法国维和人员死亡。作为回应，法国军队袭击了亚穆苏克罗机场，摧毁了科特迪瓦空军的所有飞机。到2004年底，大部分战斗结束，该国分裂为由季尧姆、索罗领导的叛军控制的北部和由洛朗·巴伯领导的政府控制的南部。2007年3月，双方签署协议，同意重新举行选举。在科特迪瓦独立选举委员会宣布北方候选人阿拉萨内·瓦塔拉赢得2010年总统选举后，宪法委员会主席巴伯的盟友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巴伯获胜。包括联合国、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欧盟、美国和法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军表示支持瓦塔拉，并要求巴伯下台。然而，解决争端的谈判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巴伯和瓦塔拉两派之间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造成科特迪瓦至少100万人逃离家园。2011年4月，巴伯被捕，选后危机宣告结束。旷日持久的内战不仅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还摧毁了科特迪瓦的经济。由于损失过于沉重，以至于该国虽然结束内战已近10年时间，但始终未能走出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科特迪瓦目前是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